第86章挑战。缓缓地回转过身，加列奥偏过头，嘴角的笑意略微有些狰狞。柳席大哥，能不能让我来与他玩玩？柳席笑着点了点头，手掌不着痕迹地在身前微微一竖，阴笑道：有机会不要留手。加列奥笑着眯起了眼睛，柳席的话让他忽然想起了一次私下与加列毕的密谈。当时的加列毕刚好获得萧炎回复修炼天赋的消息，他在脸色阴沉地沉默了许久之后，极其严肃与冷漠地对加列奥说了一句话：如果以后哪天萧家那小子接受了你的挑战，下手绝对不要留情，如果能当场将之击杀，那是最好，就算不能废了他的手或者腿，那也是为加列家族减少了一个未来的恐怖敌人。脑海中缓缓地回荡着父亲在说此话的严肃与冷漠，加列奥脸庞上的笑意也是越加的狰狞，目光森然地瞥着不远处那脸色平静的萧炎，他似乎已然能够预感到这位天才少年将会夭折在自己手中。加列奥的信心来源于其本身实力，他现在不仅已经位列3星斗者，而且所修习的功法更是风属性的玄阶高阶功法风卷诀，再加上其本身所掌握的几种斗技，他几乎已经能够越级挑战一名普通的5星斗者而不败。而与之相比，虽然萧炎的修炼天赋已经归来，不过几个月之前的成人仪式之上，其实力也不过才8段斗之气，就算这段时间他的实力再次有所精进，可那也不可能超越自己，对此加列奥有着绝对的信心。整条大街之中，不仅加列奥认为萧炎没有一丝胜利的可能，就算是周围围观的佣兵以及萧玉两人也同样如此认为。不管萧炎天赋如何杰出，可毕竟两者间的等级差距容不得任何人将之忽视。这小混蛋平日不是精明的过分吗？怎么会中那家伙如此低劣的激将法？望着那间扛着铁棍的萧炎，萧玉俏脸微沉，踏前一步，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怒声道：你这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容易逞强了？明知打不过还接受什么挑战？活腻了是吧？被萧玉喷了一口，萧炎轻耸了耸肩，笑道：又还没开始打，谁活腻了还不知道呢。你望着顽固的萧炎，萧玉恨恨地跺了跺脚，性感修长的长腿朝前一迈，直接挡在萧炎面前，手中绿色长鞭将空气甩得噼啦作响。还是我来吧，我知道你潜力很不错，可那也是以后。瞧着背对着自己的萧玉，萧炎愣了一愣，他没想到这一直和自己针锋相对的女人在外人面前竟然会如此的护着自己，有些莫名的烧了烧脑袋，然后目光在萧玉香肩处缓缓扫下，视线移过后背、柳腰、挺翘的娇臀，以及那双堪称完美的性感长腿。有些惊诧于这野蛮女人背面的完美曲线，萧炎啧了啧嘴，旋即在其主人快要发觉之前快速地收回目光，脑袋微微前倾，看上去就如同将下巴放在萧玉肩膀之处一般。你以前不是巴不得我被人打死吗？耳边传来的呼吸让得萧玉身子瞬间紧绷了起来，娇嫩的耳尖迅速浮上一层粉红，片刻后深吸了一口气，淡淡的声音中有着一抹不易察觉的颤抖。你应该清楚你对家族的价值，所以你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挑战。作为你的表姐，我有权利帮你挡下一些危险。真是奇怪的言论。烧了烧头，萧炎无奈地摇了摇脑袋。不过还是算了，我自己的事能解决，女人家还是一边待着去吧。说完，手中铁棍猛地一紧，身形一侧，便是让过了挡在身前的萧玉，脚掌在地面一踏，径直对着那早已不耐烦的加列奥急冲而去。瞧着萧炎的举动，萧玉俏脸一急，手中长鞭刚欲将之卷回来，少女清灵的嗓音却是让得他的动作停滞了下来。萧玉表姐，相信萧炎哥哥吧，他不是莽撞的人，没有把握他也不会主动挑衅的。薰儿回过头，萧玉望着笑盈盈的薰儿，怔了怔，只得叹息着点了点头，只不过玉手却依旧紧紧地握着长鞭。嘿嘿，小王八蛋，今天我要你后悔这愚蠢的举动。盯着那手持铁棒急冲而来的萧炎，加列奥一声冷笑，淡淡的青色斗气在手掌中急速凝聚。立在原地身形不动，加列奥双掌猛然曲卷成利爪般的模样，
指尖之处，青色斗气若隐若现地汇聚成10根尖刺，狞笑一声，手爪舞动，带起一股破风之声，狠狠地对着萧炎攻击而去。感受着那股隐隐有着撕裂空气的尖利声响，萧炎眼睛微眯，略微曲卷的左手猛地对着身前的地面挥出，一股无形劲气击打在地面之上，力量的反推之力顿时将萧炎猛冲的身形骤然止住。望着萧炎如此灵活的控制因自身速度而产生的冲力，周围经验丰富的围观佣兵顿时发出一片惊叹之声。身形在止住的那一刹那，萧炎手中的铁棍毫不停滞地脱手而出，犹如离弦的利箭急射向加列奥的脑袋。望着击射来的铁棍，加列奥不屑地冷笑了一声，泛着青色斗气的手掌反手一握，旋即一震，身前空气略微波荡，几个淡青色的小风卷凭空出现。铁棍在穿过几个小风卷之后，其上的力道被后者轻易化解而去。失去了力量支持，铁棍在距离加列奥脑袋仅有半米距离时，无力掉落下地，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唉，见到萧炎此次攻击被对方轻易化去，周围的人群顿时发出无奈的叹息声。拥有高级功法的加列奥几乎已经立以不败之地了。